唐大妈，怎么了？您自己看一下。这么深的划痕，怎么可能是孩子划的呢？不是，我没有。彤彤，糖糖，你划了没有？画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那天我们听说地下车库有小猫，就一起下来寻找猫，可是没找到。我就想在这个车上画一只猫，然后彤彤也来画，但是我们画的不好，李希就来教我们画。唐唐，是画还是划？什么？我们是用手指头画的。对，这个车上全是土，用手指头就能画。你们听到了吧？那几只小猫是孩子们画的，这些划痕不是孩子们干的。这样，要不我们一起查一下监控吧？正好车主也在上面，看完之后方便协商。这辆车停在车库里边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动过了，我们也查过监控了。监控里边可以看到，除了这3个孩子之外，这段时间没有任何人近距离靠近过这辆车。小朋友，你在捡什么呀？石头。你捡石头干什么？我本来想用石头在地上画画的，但是我发现在车上更好画，我就没用石头。那石头呢？我本来想把它扔掉的，但是看到它是扁扁的样子，我就塞兜里去了。我们听李希说，扁扁的石头可以打水漂，所以我们2个也去捡。那捡完之后呢？我没有兜，就攥手里了。我扔了，反正准备挖车。小姑娘，我问你，你攥哪只手里了？然后是用这只手画的画吗？哎，我们自己问孩子好吧？糖糖，妈妈问你啊，你捡完了石头攥哪个手里了？妈妈，那只手我有点记不清了。反正不是我干的，我就是没挖车。别嚷嚷，不会好好说话呀！李希，告诉爸爸，你们在画小猫之前，有没有看到这些划痕？没有。是没有还是不知道？这很重要。那个这位先生，这么问孩子也没意义，要不干脆报警吧，让警察来处理。是，要是协商不了的话，报警当然比较好。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先搞清楚，这车是不是入库之前就有划痕啊？哦，不会，我停进来的时候，车库入口是有高清摄像头的，车上有没有划痕是看得到的。是啊，这车停很久了，上面都落一层灰了，新伤何是旧伤，那一眼就知道的。确实是，车身上的划痕已经找保险公司看过，确认是新伤，应该就是这几天弄的。然后这几天除了这3个小孩，就没有别人靠近过这辆车。我们的孩子也不会撒谎，对，这样，我们3家先商量一下，用不了太久，稍等一下好吗？走。他们3个现在挺害怕的，我觉得后面的事儿不能让他们在场，因为这事儿就算是他们几个干的，承担责任的也是我们。等这事儿了了，再找一个他们觉得有安全感的时候，再对他们进行批评和教育。你们觉得呢？同意。因为孩子说的话没有办法证实，他们现在甚至连不知道和没有都分不清，这对他们特别不利。而且，我们再跟他们起什么争执或者辩解的话，也会显得我们有推诿的嫌疑。其实这么大的孩子本来就喜欢乱涂乱画，我们家那一面墙都被孩子画得乱七八糟的。我每次问他，他就从来没有承认的时候。关键这回人家有证据，咱没必要在这掰扯，要不然索性把钱赔了，就当给孩子买个教训了，怎么样？经理啊，这趟可是给你添麻烦了。没事，应该。哎，您好，
咱们谈谈赔偿的事儿吧。哦，我们的意思是在事情没有完全弄清楚的情况下，我们愿意先承担这个责任。啊，好，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啊。我这个车的维修啊是只换不修，我刚给 4S 店打过电话，一处是8万，2处应该是16万。行吧，那就是一家53330，是不是？给我收款码。好，那个5万3就行，这个零头不要了。嗨，您真客气。好了，给你转过去了啊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我家还有事儿，那我先撤了。给我一个银行卡号吧，我网银转给你。好。我现在去给你取现金。为什么那么麻烦？不能转账？也可以转账，可能等的时间要久一点。取现金吧。好。糖糖。对了，糖糖，现在正好有时间，咱们签个协议吧。因为这事儿吧，现在已经成这样了，我们可以把钱先给你，但是我们也得白纸黑字把这事儿起因经过，还有最终的赔偿结果都得写清楚。如果这事儿真是我们几家孩子干的，也能证明我们已经承担了赔偿。如果以后我们找到证据证明不是我们几家孩子干的，啊，这个你放心，到时候呀，我会把钱退给你们。好，行，你卡号给我。好。请选择取款金额。你知道错在哪儿了吗？我不应该跑到停车场去玩的，我不应该在人家车上画画的。你那是画画吗？你是把人家车给划了。妈妈不是跟你讲过的吗？小孩子犯了错误一定要勇于承认。我没有，我就是没划车。你没划车，你爸为什么要赔人家5万3？啊？事实都摆在你眼前了，你怎么还狡辩呢？你这孩子什么时候学会撒谎的？我没有撒谎。你没撒谎，是监控器撒谎的吗？那监控器拍的是怎么回事？啊！我告诉你，李希，撒谎比划车的问题严重多了。小错铸大恶，你现在这个年纪就明目张胆的撒谎，你长大还想干什么呀？你听没听我说话？儿子，先回房间，爸爸一会儿找你啊。哎，你儿子又长能耐了啊！跑到地下停车场去，把人车给刮了，赔了5万3。那么贵啊？本来要赔16万，3个孩子每家平均一家5万3。回头给你报销啊！关键是你这儿子不承认错误，人都监控都拍下来，他不认账，你说说他。宝贝，你跟爸爸好好说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不是我没干。你看，儿子说他没干。好，来，儿子，坐这儿来。哎呦，彤彤，你现在呢是男子汉大丈夫了，对不对？不管干了什么事儿，咱们得认。跟爸爸说，划了那么贵的车，什么时候干？哎，能不能有点正经的，好好说？再不好好管管你儿子，以后我可管不了了。我知道了。啊，来，彤彤，把这放下啊。爸爸说的对，我就是用手指头画的，是手感，我没用石头。哎，彤彤，听话啊！记住了啊，以后不许去划别人车去，划也不行。尤其是得记住，不能跑到地下车库去玩，很危险的，不能有下次，听见没有？记住。啊，我们继续。哎呦，让妈妈一起，我们3个一起继续战斗。来，妈妈拿这个，来。啊，这一轮该谁进攻了？妈妈好厉害！哈哈，彤彤你呢？糖糖可是抹着眼泪睡着的。不是，这糖糖是不是被冤枉了呀？
那是俩男孩啊，那男孩淘气，男孩才能干出来这事儿呢。反正糖糖说了，他没滑。我今天在监控室里看了，那3个孩子确实是在地上捡石头了，但是滑没滑车看不清楚。就今天这种情况，你也不能让3个小孩在那互相指证吧？那不，花点钱也不能让孩子受委屈。哎呀，谁让咱们搬这么贵的小区了呢？就原来那小区，随便划个车赔几千块钱了不得了。哎呀，就花钱买教训吧。你都不知道我今天有多狼狈。我买那个理财下个月到期，但是这个月的钱我绝对是算得明明白白的。谁知道今天出这么一件事儿？我去那儿取钱，后来我都从信用卡里取了一些，才凑了5万3给人赔了。不是你买理财产品干嘛这么买啊？盯是盯，卯是卯的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手里得留点现金。马后炮，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啊？你这些年理财我出过差池吗？这房子首付是你付的，那装修的钱不是我理财赚的吗？行，你厉害，你厉害啊！但是我们也不用这么省吧？你这清汤寡水，这面条怎么吃？连鸡蛋都没有，我找半天。多有意思啊！正好你减肥。我胖吗？我减肥。哟，你也在这儿？对，糖糖妈，我昨天晚上回去又问了孩子，我跟他说，爸爸已经把这事儿解决了，不会再批评他。我希望他跟我说实话，但是李希一直坚持他没有做，所以我就想着再来看看监控。咱俩想的一样，我们盛堂肯定不会跟我撒谎的。我觉得咱们还是有必要找出真相来，还孩子一个清白。哎，你好，麻烦问一下，我可以拷贝一份监控走吗？不好意思，沈女士，我们有规定，监控视频不能让您拷贝，只有警察才有权利拷贝。如果一定要看的话，那只能在这儿。哦，因为我要上班，所以没事儿，你先去忙你的，我发现什么情况马上告诉你。好，辛苦你了啊。那咱们继续。继续，我想再看一下10天前的，我想看仔细点。好。你说那天啊，那天停车场线路检修，所以到后半夜就断了几个小时的电。也就是说，这几个小时里面，整个地下车库是没有监控的。那进出口的闸机呢？闸机也没电，但是我们怕有的业主啊，他半夜要出去什么的，所以在断电之前就把进出口的抬杆给抬起来了。所以说车还是能出去的，对吗？能，但是闸机不会有记录。也就是说，在这几个小时里面，有一辆车出去了，又回来了，监控没有记录，闸机没有记录，那它看起来就像没动过一样。应该是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来当裁判，我来听套。妈妈，爸爸，查的怎么样？啊，保安说前几天的一个晚上，从凌晨的1点半到早晨的5点半是没有监控的，所以那辆宾利车有可能出去过。可是人车主亲口说他没出去过，看他也是个有身份的人，没有必要为了这点钱骗我们吧？那也得查查才知道吧。保安说那天没有下到地库的车就都停在大门口马路边了。如果哪辆车有24小时的行车记录仪的话，就有可能拍到宾利究竟有没有出去过。你跟业主委员会的人熟，你发动大家问一下，那天谁家车停在大门口马路边了？这关系到3个孩子的清白。行，我去问问。拍到了吗？王先生是吧？哎，太感谢你了，谢谢啊！不客气，不客气。那天也是赶巧了，地下车库啊停不进车，我才把车啊停在马路边。为了安全，打开了哨兵模式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。来，赶紧看看吧。是他，是，还真是出来过。谢谢你，谢谢啊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谢谢。对不起，我们也没想到有这么一个插曲，车主本人也没想到。
大家可以从视频里面看到，这开车的也不是车主本人。我问一下，这开车的是谁？我已经把视频截图发给车主了，车主认出来那是他儿子，他也没想到大半夜的他儿子会偷偷把车开出去，还去了夜店。所以这事儿现在要怎么解决？车主本人非常的不好意思，他马上就会把钱退给大家，这完全是个误会。他说了，他会好好的教训他的儿子，所以让我替他给大家道个歉。当然，这件事情我们物业方面也是有责任的，工程队和保安队没有提前沟通好，差点冤枉了3个孩子。是已经冤枉了3个孩子，而且我觉得不应该跟我们道歉。孩子们呢？经理，这样，我们想把孩子带过来，希望你们能够亲口把真相告诉他们，也算是给他们一个交代，可以吗？啊，对，应该的，不能够让孩子心里留下阴影。糖糖这几天特别不开心，跟我说会不会自己指甲长了划到车了？如果是，算不算撒谎？警察会不会来抓他？现在可好了。你知道我家儿子跟我说什么吗？他居然跟我说谢谢妈妈。他那么调皮捣蛋，我原来以为这件事他根本就不会在乎，没想到他心底是非常介意的。谢谢你。谢我干嘛呀？我每天都在忙着上班。这件事情最大的功臣是李希爸。哎，我之前觉得一个天天在家带孩子的男人太没出息了，但我现在觉得，至少他是一个非常合格的父亲。庄先生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一个人在这里躲清静啊？大家这么熟了，就别叫庄先生了，叫我森哥就好。既然都这么熟的朋友，来了怎么也不跟我和贺总打个招呼？怎么也不赏脸过去跳个舞？跳舞就算了，干我们这一行的低调点好。你跟贺总都是我的重要客户，他今天生日，我当然要来。我们出去聊。今天早上澳门那边的叠马仔给我来电话，让我转告你，钱已经到账。他们还说欢迎你随时有时间再去澳门玩。是吗？他们就不担心我到时候再把这400万赢回去？从赌场的角度来讲，不怕你在赌桌上赢钱，怕的是你离开赌桌。不过我看你好像对赌博兴趣很大。不像你的这个老板，他似乎对小白脸的兴趣更多。曾哥，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够绅士，有点暴露本性了。再说了，凯文也不是什么小白脸，他也是名牌大学毕业的精英，还是电子工程学硕士呢。有什么区别吗？像凯文这样的精英，都快成澳门赌场里的特产了。仗着自己外表俊美，还有一个能唬人的学历，专门在赌场里找那些满脑子粉红泡泡的父亲，还打着爱情的幌子套上一个算一个，不吸干骨血都不算完呢。像贺总这样的，赌场里输了100多万，还带回家一个小白脸，每个月还给他7万块钱的顾问费。在澳门都已经成了笑话了。你调查我吗？调查每一个跟我有过接触的人，是我的生存技能之一啊，不然我根本活不到今天。好，那说说呗，你都查到什么了？简单说吧。贺运美本来刻苦经营着自己创立的运美海淘，并且成绩斐然，这才在1年前获得了飞虎资本4000万的投资。
而你听说了以后，便以曾经同窗的身份刻意劫财的。当然，打工它不是你的目的，因此你开始蛊惑他及时行乐。可以说是你给贺云梅的生活打开了一扇纸醉金迷的大门。当然，你自己从中也获利不少。你说我蛊惑他及时行乐？蛊惑这个词儿确实是我用的不好，咱们把它改成鼓励怎么样？曾哥，你刚才自己没看到吗？他在楼下玩的有多开心。你是不知道他半年前是什么样子，他差一点就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只知道他好像得了场大病。那只是他后来对外宣称的生病，其实当时是自杀。贺运美自杀过，为什么？贺玉美当时的确是很拼，可是没办法，创业嘛，本来就是一个九死一生的事情。她拼尽了全力，到最后也只证明那个商业战略其实是有问题的。她那个所谓估值1个亿的公司，也只是表面光鲜，实则内部问题重重，而且最要命的是，根本就没有一个稳定的盈利模式。当到最后发现前途渺茫，而且失败不可避免的时候，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自杀。这才不到半年时间啊！一个只有20多人的公司，居然就把4000万的现金投资款给烧光了一大半。这不是胆大，分明就是早有预谋啊！那他原来努力拼搏、兢兢业业都是装出来的吗？你给我记住这一刻，所有的投资失败，归根结底都是当初看错了人。人的过往，人的决心，人的态度，人的心胸，人的契约精神，人对未来的期许，这都决定了最终投资的结果。会不会在这半年，惠美身上发生了什么变故啊？他的心路历程，他是怎么堕落的，那是法制栏目该关注的事情。我们不是心理医生，更不是人生导师，我们只是投资人，我们只关注投资结果，而单纯从这次投资玉梅海淘的结果来看，很显然就是典型的投资人被骗了。他就是在这个时候遇到你的。应该说，他幸好遇到了我，是我让他知道，他过去20多年的人生活得有多无趣。小时候拼命学习，长大了拼命工作，没时间玩乐，也没好好谈过恋爱，可结果换来了什么？失败自杀。所以啊，我陪他到处购物，陪他世界去吃好吃的东西，还带他出入澳门赌场，教他享受生活。是我让他知道，人生还有另外一种打开方式。所以你跟我说，我也从中获利不少，可我倒觉得这些都是我应得的，因为我救了他的命啊。准确点说，是我给了他第2次新生的机会。哎呀，你这个逻辑倒是挺有趣的。我现在开始有点搞明白，为什么你们俩是大学同学，但你却中途泯灭了。因为在你的心里，及时行乐才是最重要的。这有什么不对吗？连李白都说人生得意须尽欢，否则岂不是白活一场？看看贺云美吧，一旦放下好孩子的思想包袱，人立马就快活起来了。要我说啊，这人啊就得这么活着，任我生前荣华富贵，哪管死后巨浪滔天。
今天突然间跟我讲了这么多，不会是无缘无故吧？我呢，想请你给我帮个忙，打去澳门的400万，先不要告诉何云梅，因为我跟她说，那些钱先放在你那放高利贷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呢只是暂时周转一下，很快就会解决的。只要你能搞得定的，我这边不会多催。您打算怎么处理这事儿啊？还能怎么处理啊？玉梅海淘，当初是我亲自拍的板，事已至此，我也只能认栽。您是想赶紧清仓？立即清算，坚决斩仓。你好像还有别的想法啊？有话尽管直说。曹总啊，像韵美海淘这种所谓估值1个亿的公司，其实资产就是一个网站、几张桌椅，还有一个 App。一旦停了广告，它的日活马上就会掉到不足1万。也就是说，投资人一旦停止输血，这个概念的大厦就会轰然倒塌。所以在我们卖掉韵美海淘之前，还不能停止对它输血。那你觉得？我们还有出手的机会吗？有，上次在沿海自贸区我见的那家跨境物流公司对于美海淘很感兴趣，所以现在韵美海淘的事儿我们必须得保密。然后找个理由，把贺韵美踢出公司，再组建一个新的管理团队，那么或许我们还有出手的机会。我就是这么想的。这是曹总让我带给你的茶，他听说我上回来喝了一肚子白开水，说你太节俭了，这精打细算也不能这么省啊。咱们自己的人无所谓，来个客人就不合适了。他特意给你订的武夷山的岩茶，老丛水仙，确实是好茶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谢谢盛总，谢谢曹总。哎呀，送点茶算什么呀？我这不还送你一个财务总监的吗？那个隋志忠面试了吗？感觉怎么样？不错，盛总介绍的人嘛，肯定不会差的。我昨天已经让他接管财务部的工作了。这么快啊？那我顺便去看看他，叮嘱他好好配合你的工作。行，那我带你去。好。那你们慢聊。怎么样？刚接手，还没开始查呢。我跟曹总是一个想法，这个事儿要快，但是不能急。您这个快和急不是同一个意思吗？快是效率，急就容易出错了。我们只要效率，不要出错。您放心吧，经过我手查的账，还没出过问题呢。反正就是尽快找出可以把贺韵美踢出公司的铁证，但是这件事还不能声张，以免打草惊蛇。行，我明白了。还真是被你说中了，他们果然是来查账的。还好你让我提前安上了摄像头，要不我们就真的被动了。你以为我们现在就不被动啊？也怪我们太不谨慎了。上次借由平台活动挪用了400万，必须得拿回来。可是我看那笔账做得挺隐秘的，他们也不一定会发现。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如果真的有心要查，做的再隐秘也经不住查的。可是这400万是放到12天前朋友庄生那里放高利贷的，利率是30%啊，损失是120万啊！亲爱的，你糊涂啊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损失？先把窟窿填上吧。快给甜甜打个电话呀！